金库猜谜第1轮，开始。是金库猜谜，到底是什么？他难道能听音辨的语？老天爷，求您吊照我！如来佛祖、观音菩萨，求求您！摇定离手。开。我活下来了！我活下来了！人身抱佛脚有什么用？是我进步了，菩萨都难保。完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别过来！你们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要不我客气了！别过来！放开我！你们搞错了！你们这样做，你们找错人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明明是我赢了，为什么要杀我？凭你蠢，不讲规则，明明是我在点数的。你确定你搞清楚规则了吗？求求你别杀我，我可以留在此处为你当牛做马。我也可以，求求你别杀我。那就如你们所愿吧。送他们去地府当牛做马。不要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开始啊！不是比大小吗？我居然留了下来。对啊，我明明点数比对方小，我还以为我必死无疑了。你们还记得那个男的说了什么吗？投骰子论输赢，不是这句。难道是雅不会在一旁宣判输赢？就是这句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们的输赢是由雅璞决定的？那雅璞怎么知道谁输谁赢啊？难道说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？那怎么破局啊？我现在还没有想得很明白，我还要继续观察一下，或许能找到破局的办法。主人，新的铸币已经带到，请您查验。办得好！有了这些，用不了多久，天下就是我们灵牙塔的。金库猜谜第2轮，开始。令牌两面的花纹不一样。来吧。
腰定离手。他怎么又杀人了？规则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只有一个人能胜出，那么只要他把对手解决掉，不管结局怎么样，他都能活下去。看来这里没有任何规则可言。为了药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。还好没有跟他抽到一组。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历啊？我听说她是赤练族百夫长，她手里死过的人，可能比这里死过的人还要多。还继不继续了啊？开始啊！喂，你怎么还不开？在想什么呢？我光面是大，那另一面就是小。刀娘那边比的是小。那是我的头子，还我！我赢了！我的头子，我的头子！那边比的是小，我赢了！看来你们之中已经有人摸清楚游戏规则。你们抓错人了！这桶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应该是我赢，应该是我赢！不要！我的帽子！你们抓错人了！我的帽子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帽子！我的帽子！怎么样？我没事，给。谢谢你。姐姐，你被蛇咬了，你怎么样？啊，没事。来人，将他带下去关2个时辰。凭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不许动！凭他搅乱秩序，理应受罚。你若是再敢阻拦，小心我把你也丢进蛇洞。娘娘，没事的，放心。那这，放心。可惜了，他怕是活不过今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刀姐姐，什么意思？现在怎么办？师父，师父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灵牙塔中的囚犯都是要犯，不可随意轻信。你今天居然为了一个认识没多久的人以身犯险，你想气死我？可是，你也说过，进了灵牙塔就是九死一生。既然如此，
我就需要一些真正的朋友。所以你就蠢到用自己的命去换取朋友。你知道那下面的蛇有多厉害吗？还好我在，不然你今天连这儿都出不去了。这事真的这么多，可是我娘的解药还没找到，怎么办？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蛇毒并不致命，只会让人昏迷，如假死一般。等毒素消退，你自然无事。没有毒，师父你不早说，你想吓死我。现在不给你长点教训，怕你之后不长记性。我也不能一直看着你，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。对啊，如果那些被扔进万蛇坑的人没有死的话，他们去哪儿了呢？走！大娘，你要干什么？带你到周灵亚塔，去外面找解药，给你治病。走！大娘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哎，你现在杀出去，我这蛇毒都还没有解就该死了。那怎么办？哪有解毒的？哪有解药？可是姐姐，你这蛇毒毒入心脉，就再难剔除。我现在要是在外面的话，我肯定有法子治你。这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你这蛇毒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没事儿，那就顺其自然呗。你们都别哭了。顺其自然？都要死了，让我怎么顺其自然？当娘，反正我现在都要死了，在我死之前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心愿？你有什么心愿？我上刀山下火海都一定给你做到。我看你一直很宝贝你的虎头帽子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它为什么对你如此重要。你告诉我，我也知道我因何而死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就这点小事儿啊！我说，这个帽子呀，是我亲手给我孩子缝的。她叫豆豆，是个女孩。她特别的聪明，特别的懂事，特别的可爱。以前我是一个坏媳娘，靠给别人换洗衣服过活。我们这些做劳力的女子本就受人轻贱，那时来我店里的男子都把我看作可以随意试穿的衣服，随便轻薄。放手！调笑谁骂？常年如此，我也习惯了。回来了。后来有个镇上的衙役带着几锭银子来我家提亲，我天年见他只手阔绰，便答应了这门亲事。刚开始他对我也很好，我还天真的以为我择了良妇，谁知道呢？都是狗屁。他一见我生的是个女孩，便大失所望，抱都没抱一下就跑出去寻欢作乐。那个天杀的，不仅整日对我非打即骂，还染上了毒瘾，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变卖，完全不顾我跟豆豆的死活。我只能白天给您浆洗衣裳，晚上填房。赚来的血骨钱被他抢走后，还有些铜板上有撞脚。后来他的毒瘾越来越大，是这个豆豆卖了换钱，
话我都懂。所以你才如此厌恶赌博之事。所以，刀姐姐这么想出去，就是为了找豆豆。我就算耗尽这辈子，拼上这条命，我也要去找他。刀娘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他的。谢谢你，南言之。对不起，你都是为了帮我，还救了我这么多次，让你差点没了命。其实我已经没事了，这蛇毒不死我。怎么可能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事儿了，你看，好了。你确定你没事了？你确定你不会死？不信你问阿蛮。是真的，姐姐的伤口已经在愈合了，现在已经并无大碍了。你骗我！你吓死我了！南言之，谢谢你。好了，好了。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，赶紧想办法度过明天的生死局。姐姐，你想到新法子了吗？不过我还需要阿蛮你。我？我们那边茅草不多了，我想向你这边取点茅草。哦，行，谢谢。寇娘子，我帮你吧。不用了，没事儿，我帮你，你歇着。多谢你啊，阿敏姑娘。没事，我这身子不方便，连洗个衣服都这么费劲，还真挺不好意思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我们同在生死局，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肯定互相帮助的嘛。可惜我们都难逃一死啊。如果所有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，那我们死之前，可能都能活得舒坦一点。你也不必这般难过，不难过又能怎么办呢？明天一到啊，我们就各安天命了。寇娘子，实不相瞒，这生死局有必赢的法子。当真？其实是这样的。涂鸦，告诉我，怎么赢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刚都听见了，你跟江蛮他们说有什么必赢的法子，那你应该问他才对。每次杀人，他们都对我颇有微词。你觉得他们会告诉我真话？我可以告诉你。那，你能不能先把刀拿开？亚布手里的令牌分正反两面，一面有连纹暗花纹，粗糙不平；另外一面光滑如镜，细看能看出来区别。光面为小，纹面是比大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不信我？我自然是更信你。相比你，那个人更危险。
你是说，那个江蛮？你们不知道他的过去，但我见过他的残忍。诸位，久等了。本场生死局最后一轮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且慢，这第3轮若还是2两一组，未免太无趣了些。哦，那你想怎样？不如我们和你们各派一位代表，若是赢了，在场所有女囚都去第4层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若是输了，自然我和所有人都留下来，任凭处置。这个赌注有意思。不过什么呀？我又没问你。此等大事，岂是你能做主的？笑话！要是我都做不了主，那谁能做主呢？自然是寇娘子了。我区区一个弱女子，若没了这拐杖，我怕不是连第3层都走不出去。如何问我呢？你出不去，是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出去。我说的对吗？雀蛇大人。南姑娘，切莫取笑于我。寇娘子不必谦让，你身为雀蛇，却甘愿委身其中，真是胆识过人呢。南姑娘，你此话怎讲？首先，你手上拄拐处无茧，说明你的伤并不是旧伤。拖着一条残腿又不会武功的你，是如何从底层的生死局一步一步爬到第3层的？他们是看我拖着残躯，可怜我罢了。其次，他的手上并没有引路戒。再者，昨晚江蛮去你房间，故意透露生死局破局的消息给你。我说过，令牌上有暗纹，却没说过是灵纹、暗花纹。但你告诉涂雅时，却说了出来。我有说过是灵纹暗花纹吗？怕不是涂雅姑娘你记错了吧？我没有记错，而且你告诉我的答案是相反的，根本没想让我活着离开这里吧？在我们部族，如此不守信用是要被当众处死的。你把我说的都告诉他了。你们什么时候走得这么近了？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们都一样想要活下去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想告诉你，我们身边有这儿的内应。谁我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我可以把他揪出来。我凭什么信你？试一试与你无害，但是如果不揪出来，明天的生死局我们可能都凶多吉少。南姑娘甚是聪慧。范娘，要不咱们直接不谈？难得我想与大家玩一玩这猜谜，没成想啊，自己先被猜出来了。雀蛇大人好兴致，竟然自己下场参与生死局，不知若是输了，你也会跳蛇洞吗？来人！
且慢。方才你说的第3局，你要赌上在场所有女囚的性命，你可知这赌注挺大的？我们就想赌一把。好，那你说说看，这第3局你想怎么玩？我们每人一个骰子，落定后盲猜对方点数，猜中者为赢，一局定胜负，如何？好，就依你。生死局第3轮，二位准备。要是输了，我们的命也得搭进去。不放心，你俩上去比啊。姐姐能赢吗？行了，你别糊弄我了，我这还一手心汗呢。二位准备，生死局最后一轮，开始吧。如果计划最后能够顺利进行，我希望你可以用听音变头帮我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也想离开这里不是吗？单凭个人，我想我们都很难赢过雀舍，只有一起合作，才有赢的机会。我们不是朋友，你为什么要相信我？这次之后就是了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离开这里。听出骰子点数后，我会以眨眼次数告诉你点数。不好意思，我猜你的骰子1。怎么了？你也跟亚普一样不会说话了？
人家都已经主动期权了，你怎么还不公布结果？第3轮，南燕之胜。阿夏，怎么，你们想出尔反尔？王娘，你明明可以赢他，为何要故意放他走？人有失手，这次是我听错了。可我以前从未见过你失过手。难不成此事又与那庄无咎有关？范娘，之前受他蛊惑已铸成大错，如今怎可再轻信他言，一错再错？切莫坏了这生死局的规矩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簪郎，我心意已决。没想到堂堂雀蛇大人，竟然会言而无信。让你带走所有人那是不可能的，不过，我们可以给你一些金子，让你能够舒舒服服的去到第4层。我必须带他们离开。你别不知好歹！簪郎，你先出去，我单独和他讲。王娘，我叫你出去。说说吧，你为什么不自己走，非要带上他们呢？因为我跟他们承诺过，会带着他们一起离开。你说什么承诺？你该不会真信那个东西吧？为何不信？趁时候还早呢，不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10年前啊，月下房有一名奇迹冠绝京城的名妓，巧了，也叫寇娘子。谢某一生所求，不过是能与你日日这般琴瑟和鸣，朝暮与共。长乐未央，长无相忘。有佳人如此，此生定不相负。得君此言，妾身万幸。寇娘子，谢官人被官府带走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听说是参与了徐王爷的谋逆之事。徐王爷是牵扯甚广，得把他救出来才是。这些你先拿着。如果这些钱财还不够的话，你就把这把琵琶当了吧。寇娘子，这把紫檀琵琶是您最宝贝的东西，没了它您用什么呢？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。快去！奉命捉拿叛党同伙寇安，
寇娘子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寇娘子，我劝你还是早日在谢群的供罪书上签字画押。谢公子谦虚有礼，品德端正，是绝不可能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的。哼，还真是情比金坚呢！来人，给我打！半年之后，虚王一事平定，寇娘子被放了出来，但是她饱受酷刑折磨，已满身伤痕，落下病躯。干嘛你？下去下去下去！我说哪来的乞丐呀？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就敢往里闯！我来找谢权，谢官人。我们家谢大官人已经入赘公主府了，不住这儿。我说你一个臭乞丐，也不撒泡尿照照。这驸马爷也是你能求见的？什么时候入赘的？赶紧滚，赶紧滚！哎呀，吵吵什么呀？吵吵什么？簪子，这是我的簪子，这是我们家主子赏的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如月，你是如月，我是寇娘子。我不是什么如月啊，你别认错人。我是寇娘子。走走走走走，快点！走。站不开呀！哎呀，快走，别多管闲事。谢权为了从虚王一事中脱身，最终选择入赘公主府，而寇娘子那些积蓄也被自己的丫鬟骗了去。可怜她入狱这半年，竟一直傻傻信守着那些所谓的承诺。你会不会觉得呀，这个寇娘子啊，是世界上最傻的女人呀？那我想知道，那个负心汉，还有那个薄情的丫鬟，后来怎么样了？哦，有一年的正月15啊，有人在城里的各个角落里看到了谢驸马，还有如月断掉的胳膊、腿，还有头颅。听完我的故事啊，你还相信承诺吗？甘言无忠良，世薄多苏秦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劝你啊，拿着这些金子，我会派人把你平安的送到第4层。你的故事说完了，我这里也有一个故事。这枚戒指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灵牙塔的引路戒，你从何得来此物？10年前，灵牙塔派出杀手将我爹杀害，我娘也身中奇毒，昏迷至今。而这枚戒指，就是当时凶手的遗留之物。一路闯荡，得知凶手乃是雀蛇太阴，而他就在这第3层。你是说，我是你的杀父仇人？不错，本来我应该现在就亲手杀了你，为他们报仇。但我的师父再三叮嘱，叫我不要鲁莽行事。因此有些事情，我决定向你当面问清楚。你师父庄无咎，他还和你说什么了？你是不是在怀疑第3层的雀蛇就是谋害你父母的凶手？那个头上戴花的男的如此心狠手辣，他怎么可能不是雀蛇的黑鹰？是，也不是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簪花男并非雀蛇。我来过这里，这不就是浓衣女求铸币的地方吗？没错，仔细看。
雀蛇奉塔主之命，在此熔铸心壁，炼金需要开凿山洞。后来他发现，利用复杂多变的山洞结构，可以将女囚藏匿其中，难被发现，所以他便开始帮助这些女囚假死，瞒天过海。可即便如今他良心发现，他也不能证明他并非杀害我爹娘的凶手。整个3层，有此能力者，除了雀蛇，更无他人了。他连这些都跟你说了呀？我知道，你是救了很多人，但若是面对仇人，我也绝不会心慈手软。你想要的答案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我并非雀蛇太阴，而这枚戒指也不是我的东西。凡灵牙塔雀蛇引路戒，皆以左手无名指的尺寸为准。这枚戒指的大小，看到了吗？说明戒指主人的手指比我纤细得多。实在多有冒犯，还请寇娘子见谅。三郎，把剑放下。板娘，若他是寻常人等也就算了，可他是庄务救的人，我不可能放他离开。三郎，你把他放了，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之前你瞒着塔主，在铸币中掺入杂假，私自将余下黄金交由庄务救转运出去，已是死罪。若不是他3番5次蛊惑于你，你又怎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听我的，咱们将此人抓住，上报塔主，说不定能换个将功折罪。三郎，三郎不要！寇外，灵牙塔一向手段暴力残忍，你我在此多年怎可不知？就算你抓了他跑，我还是难逃一死的。而放掉女囚，是我真心想做的救赎之举，跟庄务救没有关系的。我就算死，我也不可能做一个背信弃义的人。不知主人连夜传召，所谓何意？这里有2箱金子，这一箱是我之前封存的，这一箱是你前日送来的。属下愚钝，不解主人用意。那你给我看好了。属下监管不力，罪该万死。怎么了？金币掺假之事已被发现，塔主马上就会来问罪。后面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快随我离开。我不能走，我如果走了的话，塔主会把所有的事情全怪罪在三郎身上。而且我们那些费心藏匿起来的女囚也难逃一死。我必竭力周旋，护大家周全。可你若不走，便只有死路。庄务救，对不住了，这针会让你晕睡片刻。庄务救，此番我断不可能全然而退，只有我死了，才能保全你们。你我还有未尽之事，你不可。庄务救，答应我，那些我们藏匿起来的金币你一定要收好。还有，如果有朝一日，那些女囚能活着走出灵牙塔，他们就拜托你了。